大家好，我是大鱼。今天内容有4方面消息：第一是特斯拉再次挑起价格战，重塑国内电动汽车市场格局；第二是特斯拉进军数据中心领域，这引发了市场的震荡；第三是特斯拉对福特独特的戏谑 Cybertruck 展现出了 F150 的外貌；第4个消息是恒大汽车获得了阿联酋巨资的支持，挑战与机遇并存。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朋友，不要错过今天重要的消息。OK，Let's go。第一个消息是特斯拉再次挑起了中国电动汽车市场的价格战，市场的格局会被重塑吗？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之一，特斯拉也一直把中国视为重中之重。今年的上半年，特斯拉做出一系列的价格下调，这在中国电动汽车市场引发了价格战。5月份之后，特斯拉偃旗息鼓，没有再次调整过价格。现在特斯拉又重新开始行动了，特斯拉对 Model Y 的长续航和性能版本都调低了价格。特斯拉 Model Y 长续航版从313900降到了299900，特斯拉 Model Y 的性能版从363900降到了349900。同时，特斯拉还为基础版的 Model 3推出了新的季度末提前交车的优惠。根据特斯拉在 Model 3配置页面上的描述，如果您下单购买当前版本的后驱 Model 3，并且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完成交付，就可以享受到8000元的保险补贴。特斯拉表示，购车者需要在9月底之前交付车辆，才能享受到这项优惠。还有引荐奖的3500元可以用在抵扣尾款，还有90天的 EAP， 而推荐人可以得到7000的积分。关于这个消息，我有2个方面的分析。第一方面说 Model 3，这个推老款的模式肯定是为了新款的推出做准备，尽可能在新款上市的时候消化掉库存，否则库存的老款车可能还要有更大的折扣。第二方面的分析是，这次 Model Y 降价涉及到长续航和性能版，这2款车并不是销售上的主力车型，在 Model Y 整体的销售当中占比不到 20%， 所以 Model Y 的降价更像是跟随市场做出的一个调整。7月份中国乘用车销售同比下降了 2.3%， 环比下降了 6.3%。上半年大部分的车企都没有达成预定的销售任务，产能提高，销售降低，必然就是库存的增高，这给车企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所以8到9月份的价格战必然要开打。上个月10几家公司刚刚信誓旦旦地签订了协议，这才1个月的时间，所有的誓言就都灰飞烟灭了。加入这次价格战的企业至少有10家，其中有上汽、长城、奇瑞、蔚来和理想等车企。特斯拉用非主力的 Model Y 对价格战做出了回应，其实是给自己留个后手，先看一看效果，也看一看大家能有多么拼。毕竟特斯拉人在矮檐下，在价格战当中如果太出头的话，又会受到批评了。第二个消息，特斯拉进军数据领域。特斯拉宣布建设同类第一的数据中心，公司正在招聘人员，并且收购现有的一些数据中心。数据中心行业已经很庞大了，它的市场规模超过了2500亿美元，这其中的公司包括亚马逊、微软、谷歌还有 Meta 等这些全球最大的公司，他们都有同类的业务。特斯拉发布了一则名为高级工程项目经理数据中心的职位招聘信息，在招聘信息当中，特斯拉表示将建设同类第一的数据中心，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特斯拉详细解释这个数据中心如何能够做到同类的第一。有趣的是，这项新业务推出的时间点正好发生在特斯拉接管 Twitter 的数据中心的时候。马斯克接管 Twitter 之后，确实停止支付了很多数据存储的费用，当时也导致了 Twitter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但是那个时候马斯克并没有透露过自建数据中心的想法。关于这个新闻，我有2方面的分析。第一个分析是，特斯拉说出的同类第一让大家有很多的猜想，究竟是哪个方面第一？是它的规模，还是处理能力？是架构方式，还是冷却模式？既然马斯克敢夸下这个海口，那我们就来等一等，看看他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第二个分析是，特斯拉数百万辆车上的摄像头在不间断地采集海量的数据，所以他们急需进行大规模的数据处理，用来改善自动驾驶技术的神经网络。另外，在能源方面，特斯拉还需要大量的数据来运营他们的虚拟电站以及分布式能源资产的服务。考虑到特斯拉 Dojo 项目的最新进展，以及在数据领域的强大的竞争对手们，特斯拉这次进入数据中心领域这步棋很有战略意义。究竟会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我们拭目以待。第3个消息，特斯拉独特的戏谑 Cybertruck 展现 F150 的外貌。这个消息很有娱乐性，再次现身的 Cybertruck 原型车显示出它们奇特而引人注目的外观。这辆 Cybertruck 竟然被伪装成了福特 F150 Lightning。特
特斯拉的这个举动让人不得不想到，这是一种对福特的嘲讽，因为就在不久之前，福特的 CEO 吉姆·法利曾经批评 Cybertruck 说，它并不是一款真正的工作卡车，而他认为福特的 F150 更加适用于真实的工作需求。特斯拉显然以一种幽默而又犀利的方式对福特的言论进行了回应，把 Cybertruck 伪装成了 F150 的外貌，这传达出了一种强烈的信息，虽然外表不同，但是 Cybertruck 同样具备真实的工作能力。这种戏谑和竞争精神在汽车行业当中并不常见，但是很有马斯克的风格，能让大家会心一笑。关于这个消息，我有一方面的评论，特斯拉的这一手乔装打扮有一举两得的作用，一方面让大家意识到 Cybertruck 同样具备实用性和功能性，反驳一些人对其工作能力的质疑，而另一方面，这种伪装激发了消费者的好奇心和兴趣，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能够引发更多 Cybertruck 的话题讨论，进一步提升他们的知名度和市场关注度。第四个消息，恒大汽车获得了阿联酋的巨资支持，挑战和机遇并存。恒大汽车尽管在过去的3年当中一直亏损严重，但是他们最近从阿联酋的 NWTN 公司获得了约5亿美元的战略投资。NWTN 公司是一家绿色能源公司，他们专注于提供高端电动汽车产品以及绿色能源解决方案。这笔投资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将有助于解决恒大汽车面临的资金挑战。恒大汽车成立在2019年，他们首款量产车恒驰5在2022年的9月在天津工厂开始批量生产，并在10月份开始交付。今年的7月26号，香港证券交易所公告中表示，恒大汽车2022年亏损277亿人民币。截止2022年的12月31号，恒大汽车的累计亏损是989亿元，股东亏损达到了687亿元。NWTN 声明将获得恒大汽车公司 27.5% 的股权，并且有权提名董事会的大多数成员。这意味着恒大汽车在这次交易当中的估值是 18.2 亿美元，预计该交易将在第4季度完成。声明指出，中东国家正在推动绿色转型，而阿联酋已经提出到2050年要实现净零排放的国家战略。恒大汽车将在中东投资者的支持之下，借助 NWTN 在中东和北美等关键市场的影响力，探索海外市场。看上去恒大汽车这是要柳暗花明啊。关于这个消息，我有2方面的分析。第一方面的分析是，这笔入资能够挽救恒大汽车吗？恒大汽车正在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候，就获得了阿联酋 NWTN 公司的战略投资，这笔资金注入无疑是一剂强心剂。然而，尽管恒大汽车亏损数字有所收窄，但是累计巨额亏损和股东损失仍然让人感到担忧。这个事儿我持怀疑态度，我有几个理由。第一是考虑到恒大地产正在面临严重的财务危机，恒大汽车作为子公司也难免会受到影响。第二点是，尽管暂时拿到了资金支持，但是恒大汽车仍然需要警惕财务风险，确保资金的合理利用和企业的稳健经营。说白了就是这么多的窟窿，先堵哪个，或者说是否能够都堵得上，可能都会有很大的问题。第三点是在与 NWTN 的合作当中，恒大汽车需要保持独立性和自主权，以确保公司发展方向和战略不受到过多的干预。恒大汽车一直被母公司当作救命的稻草，如何在关键的时候用好这根稻草是需要深思熟虑的。关于这个消息，我第二方面的分析是 NWTN 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这事儿肯定不能用人傻钱多来解释，但是钱多确实是个事实。NWTN 有能力冒险投资给恒大汽车这样风险比较高的项目，因为预计到了2025年，中国电动汽车市场规模将达到3000亿美元，能在这个巨大市场当中分一块蛋糕，现在拿出这5亿美元来，在 NWTN 看来可能确实不多。最近2年，蔚来、小鹏、比亚迪等公司都获得到了中东国家基金的投资，规模也是在3到5亿美元之间。因为中东的国家正在寻求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发展可再生能源，所以投资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是他们实现这个目标的一种方式。但是在整理信息的时候，我也发现，在这次恒大汽车拿到5亿美元投资之前的1年时间当中，中东国家基金向中国车企的投资在明显的减少。我找到的几笔比较大的投资都流向了国外的车企，比如说 Lucid 拿到了10亿美元的投资，大众汽车也是得到10亿美元的投资，这也说明一种趋势。我把这些数据提供给大家，供大家参考吧。那么您对今天的新闻有什么看法呢？欢迎您在评论区发表自己的见解。好，今天内容这么多，如果您希望对电动汽车有更多的了解，请点赞订阅，感谢您的观看，我是大鱼，关注我，获得更多更新的新能源汽车资讯。